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送员啊，其实蛮常听我们节目的，那所以以我个人的专业能力呢，我就想要帮这些外送员们了解一下这一波修法到底最后对他们来讲是有没有获利，甚至也了解一下全世界各国的状况，让他们可以知道到底这一局是不是一个好局。所以这一集呢，献给所有会叫外送、自己在跑外送，或者是你的餐点是给外送平台传递的店家，我们来听听全世界的状况吧。这个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讲外送，但是我们却从昨天晚上北京的一个画面开始啊。昨天晚上北京有台机器人100米跑出9秒39，把波特或者是对岸翻作博尔特的人类纪录踩在脚下。同一个礼拜呢，台湾还在讨论说外送员一单45元够不够？我看到有很多人讲赚的比以前少很多。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给各位看一看。如果各位觉得不对或者是不一样的话，那就再往下找，好吗？来，那个今天一次讲清楚，台湾、美国、中国的3场外送系统平台到底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啊，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45元保底谁买单？什么叫谁买单呢？为什么我们会讲45元保底谁买单？因为我们要讨论的其实就是现在的系统啊，给你保底了。那但是你真的有多赚到钱吗？这个我不确定。我想要透过研究的方式让大家看一看，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因为下雨、台风，然后现在台湾用非常左派的思维啊，这个台风天我们就不准平台打开，即使有人愿意赚这个钱，也不能让他赚。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真心觉得很难以理解啦。那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说的是，今天就让你看一看全世界的状况怎么样。而且很特别的是，感觉单就数字比起来啊，台湾可能输给我们今天比的其他的美国跟大陆。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叠单，会讲到天卓队，会讲到保底报酬，会讲到酬金上限，会讲到冰丝带。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喽！今天的定场诗是新法一纸定薄酬，3州骑士各含愁。铁人昨夜奔如电，明日账单为谁求？来，我们今天从一个数字开始讲，45块。外送专法呢，7月21号上路啊，今天刚好满1个月又2天。这个月我跟你讲，比8点档还要精彩。上路第3天，劳动部长洪申翰就对着工会放话，该罚就罚。8月6号，劳动部真的罚了，认定 Uber Eats 叠单工时砍半违法，而且按人处罚，每按2万，可以连续加重。8月10日更猛，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直接杀到北检。我好像在那个脸书上还有看到他们去拍照呢，告 Uber Eats 执行长在内的4个高层的罪名是诈欺。8月12号呢 ，Uber Eats 举白旗宣布回溯检视7月21日到8月17日所有订单，8月底前补发差额。但是这个胜利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让你多赚钱，还是演算法还有别的弹性呢？来。结果消费者的服务费呢，每笔平均涨4到6块。请各位想一想，这里有个细节啊，多数新闻都轻轻带过，但它才是真正的杀着。劳动部的处罚是按人，什么意思？
不是 Uber Eats 违规罚1笔2万了事，是每一个被少算报酬的外送员都是独立一案，每案2万，还可以连续加重，全台15万外送员，你自己乘看那个上限是什么数字？这就是为什么 Uber Eats 从7月底的硬凹到8月12号突然转弯，宣布回溯补款，不是良心发现啊！平台哪有什么良心？是法务部门把计算机按出火来了，罚则设计成按人，等于把15万个外送员每一个都变成平台的地雷。这一手我必须要讲，立法的技术是漂亮，但是我先帮各位破解这一个月最大的误会。网络上一堆人在炒45元保底，10个里面有9个连法条都没看过。我念给各位听哦，法律写的是每笔订单的基本报酬不得低于该笔订单外送服务期间呢，按最低工资时薪1.25倍换算的金额，而且不得低于45元。听清楚了吗？2个关键字是该笔订单跟服务期间。2026年呢，最低工资时薪196元，乘以1.25是245元，但这245元是服务时间的换算基准，从你接单开始算到送达为止，你在路边等单的时间不算。你上线8小时只接到3张单，法律管不到，所以45元不是时薪，245元也不是你从登入到下线的保证收入，这是每笔订单的地板，不是每小时人生的地板。为什么这个区分这么重要？因为这一个月所有的吵架全部吵在这个分母上，所以各位，如果你自己也是这一个外送产业的成员的话，可以传给你的朋友看，但是我必须要讲，演算法在平台手上啊，要跟他打，你事先要收到很多的资料才行。对，系统就是调单，平均让每个人通通少赚，他就可以，而且他也可以引着你们互相内斗，但不管，因为这个月所有的冲突几乎都在这个分母上。外送员说收入缩水，22K 外送版。平台说时薪超过245元，谁在说谎？可能都没说谎，他们用的分母不一样。平台算的是服务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东西，你服务，你接到单了，到你把单送出去为止，你的每小时的收入是多少？但是对外送员而言，外送员算的是我今天上线10小时啊，我总共赚到多少？分母没有对齐，根本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吵架，这个架可以吵到明年啊。金盏花说，下雨天看到外送员赶着送外卖，我都会替他们担心。你等等，自由市场机制要讨论的是，你如果觉得他们可怜，你等于剥夺了他们冒雨赚外快的机会。你要他们饿死，还是要他们不淋雨？请你先想一想。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呦，好可怜哦，这些外送员，所以我们索性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不对，我会觉得，如果你觉得外送员好辛苦、好可怜，让他多赚一点嘛。你不要搞各种层层架构限制，到了最后叫外送的也不叫外送了，平台也不派单了，这个是多输。所以你看，这几天还有几个新的状况。8月19号。工会透过媒体说 ，Uber Eats 已经补发了7月21号到8月3号的短发差额。注意哦，这是工会说的。Uber 到现在没有公布补发总额，涵盖几笔订单、几个外送员，劳动部也还没有独立验证。8月22号上报登了一篇外送员的投稿。拿2张叠单算给你看，实际跑了43分钟跟46分钟，而按每分钟4.0833元换算，应该拿到363块。平台显示183.84元，差了179.57元。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在听直播，如果你已经开始义愤填膺，我帮你慢慢算，没关系，我今天会帮你算清楚的啦。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不能直接就这样认定平台少给179.57元，因为每笔服务时间怎么切，叠单重叠时间怎么算，平台显示的金额包含哪些项目，都要逐笔核对，这是一个计价落差个案，不是正时短付，差一个词差很多，是你以为对方应该给多少钱，但算出来不是，但没有办法说他错。还有昨天8月23号啊，外送社团贴出 Foodpanda 双北的限时活动，11单奖励165元，13单奖励645元。马上有人算，哇，每单多15块，哎，错，那是趟奖，那是趟次奖励，限定地区、限定时段、限定伙伴的活动奖励，接单画面的每一笔报酬根本不含这笔。你不能拿周年庆买千送百，说百货公司全面降价，因为平台有很多武器跟手段，所以工会这边也有一组数字。8月19号到20号，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自办民调，说基层对专法本身的支持度飙破90%，但同一群人对平台的落实方法强烈不满，主张一单一季叠单分开算，小费不能塞进基本报酬里面充数。这组民调我们要标清楚是工会自办，自家会员针对工会会员办的，没有抽样设计，你愿意来投诉你的意见，愿意来参与就参与。它不能代表全体15万外送员，但它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方向：外送员骂的从来不是专法，是平台拿着专法的名义重写计价规则，支持法律，痛恨执行这8个字。是这个月外送员社群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外送员，我这样子做一个小结论，你觉得不对的话，记得留言跟我讲，因为我看到我的 AI 收集到的大数据看起来是大家觉得法律好，利益良善，但是执行起来有各种各样瞎鸡巴弄的东西。那所以30天下来，我们真正确认了什么？制度的争议呢，一笔一笔被看见了。叠单怎么计价，补款有没有入账，服务时间怎么算，全部都推上台面。以前大家没有那么认真算，但现在要老命的，跟你赚钱有关，认真算。但全市场的输赢，订单量有没有崩，外送员整体有没有增加收入，商家有没有大规模退出，我们查了又查，目前没有任何同一口径的统计可以结算。如果你有的话，我认为你应该要提供给大家，不管你是外送员或者平台，你要解释清楚嘛。所以在分母没有讲清楚之前，正反两边都在喊冤，而且两边可能都是真心的。这就是本台科学终将胜利啊！在直播间的第一课，我们先把分母对齐，再来吵架。那所以呢，到底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你看医生讲没错，现在补款不透明嘛。Uber Eats就是有上下其手空间，所以当初修法或者是劳动部应该有第三方中立稽核的方式，否则都没有办法让大家服气啦。你看，还有网友说什么靠打赏就是要惯老板吧？靠腰嘞！妈，你如果觉得心疼，你觉得他不安全，多给钱叫他骑慢一点。说我今天你如果慢到我绝不投诉，我甚至还加你钱，那就解决了嘛。资本主义市场有很多事情多加钱就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你觉得他好可怜，但你也不叫外卖，那干你屁事。讲直接一点就是这样子啊。你吃素，然后你觉得吃肉人好可怜，但干你屁事嘞！我他妈爱吃肉不行吗？所以
那个 Jaya C 说，重点 Uber 负责人到底会不会出来说明？我告诉你不会，因为你施加的压力不够大，你们又没有办法真的说我今天全部罢跑，那对他来讲没压力，他干嘛要出来？没有办法呀、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来，我们基本上往下讲。陈安人说，Uber 一涨价，生意就掉很多啊。对啊，大家都涨，他那个费用对很多人来讲已经觉得靠妈，我就多走一点路，我就撑个伞，我就晒个太阳，我也不要付这么多。你看这个，我不知道到底大家有没有试算过。所以，来，我们继续讲，我们到第一章。前面我们把45元讲清楚了，大家以后吵架不要拿那个45元来讲，那个算起来不对。这一章我们来看看平台的反应。平台的财务部门比谁都精。专法给外送员的保障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 ？Uber Eats 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标准答案，3刀就给你看了。第一刀砍商家。你用我平台要多出钱，1毛不多出。商家7月21日专法上路当天 ，Uber Eats 就调涨了商家的服务费，美食外送加2.5个百分点，生鲜杂货加3个百分点，设35%的上限。我靠，超级市场难怪现在买起来变这么贵，一家加它3%哦。妈，请资源收银可能就要退出了啊。陈安人就知道啊 ，Uber 一涨价，生意就掉很多啊，因为它涨在商家身上啊。注意时间点哦，专法生效日当天，这不是巧合，这是声明啊。第二刀砍会员 ，Uber One 的月费从120元每个月涨到199元，各位这涨了66%哎。台湾哪个东西一次涨66%不会上新闻？你家电费涨6.6%，行政院都要出来灭火了。但订阅制的妙处就在这里，它每个月从你的信用卡进扣款，你痛一次就麻痹了。陈安人说他开店的嘛，他说 Uber 的客服广告优惠专案从涨价前叫你一天下180元，变成一天256元，就是喽。第3刀砍点餐的你，8月14号起，每笔订单服务费平均加4到6元。我打个比方，这整件事情就像政府规定手摇饮店员时薪要加码，然后你发现真奶涨5元，会员储值优惠缩水，加料费变贵，店员有没有真的多拿到？账面上有，但钱从老板口袋出来了吗？很抱歉，没有。从你的真奶里面出来的。平台跟手摇饮店唯一的差别是，平台的调价是演算法即时执行的，你连菜单换页都看不到。在听直播觉得反正我不点外送没差的各位，你确定吗？当外送成本垫高，店家的抽成变重，店家怎么办？内用价格跟着调啊。外送平台的成本结构早就涨进整个餐饮业的定价里面了。你走进店里吃的那碗面，价格里也有一小片外送专法的影子。唉，在听直播，刚才点完晚餐的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价格又涨了？你以为为什么？外送专法也会影响到一般店家的价格。但这里我要讲一句公道话，顺便破解一个谣言。网络上流传专法有消费金额12%到15%的天花板门槛，没有哦，法条里面没有，劳动部公告没有，任何主流媒体都没有这个依据，这个是社群自己长出来的都市传说。我骂平台可以，但是要骂在真的条文上。科学终将胜利的前提啊，是你要先搞清楚事实啊。艾利克是外卖小哥报道。等一下，妈，我正面打的光太亮了，让我回到一个橘子猫状况。对啊，陈安人说很合理的逻辑啊，因为客人看到 Uber 菜单跟内用菜单价格差太多，他也会靠腰，不如一起涨。但幸好我们跟陈安人订的那个丰裕蜂蜜呢，并不是叫 Uber 送的，所以价格没有涨，请大家多多消费。
来，各位，你不点外送也会受到影响哦，不是我们在危言耸听。各位，我不做这个研究之前，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因为你外送的价格跟内用不能差太多，所以实际上内用也跟着调。那好，你刚才点完晚餐，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最近都涨价？但这里我们要继续往下讲。行政院不是没看到，今年4月，行政院长卓荣泰就对外送平台涨价议题表态，他说必要时我们要介入处理。结果呢？8月14号，服务费照涨，必要时介入这5个字，各位用当局话术反向解读公式翻译一下，只要官员说必要时介入，就代表他们目前不打算介入，而且必要的定义权在他们手上，永远可以不必要，永远可以因为蓝白砍预算，所以行政院没空管你。行政院的表态跟平台的涨价公告，一个是给选民看的，一个是给财报看的，哪个会兑现？你们自己判断。哦，尤卡格巴说，有时候送来的餐点都缩水，你不能怪餐厅啊！他妈，他调他的服务费，你的利润快要被砍到死了，你怎么办？碗缩少，量缩少，不然怎么办？那专法上路之后，市场有没有崩坏？来看目前唯一组数据，这是 Uber 自己公布的，所以请各位存疑呀，好不好 ？Uber 自己公布的。上路2周观察，整体订单量没有显著增减，哇，活跃外送员增加14%，每人平均订单减少11.1%，低报酬那一端第25个百分位的时薪涨了18.2%，第75个百分位涨了10.5%。这组数字有意思在哪？我们反向解释一下，哇，订单没变少，但人变多了。人均单量就是忽然之间在这个礼拜，因为调涨之后，外送员人数竟然变多，人均单量掉了11.1%，不是需求萎缩，是分母膨胀，多了14%的人来分同一锅饭，所以接不到单的体感是真的，但原因可能不是客人跑了，是同行变多了，干，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然后呢，这组数据有4个但书哦，我一次讲完。第一个，这是平台自己报告的内容，不是政府统计，他没有公开完整的内容数据。第二个，只有2周。第三，用服务期间算时薪，不是整段上线时间。第四，这是毛收入，就是毛利啦，没有扣油钱、维修、保险，4个但书摆着，这组数据可以参考，但不能当判决书。结果呢？结果就出现一个很荒谬的画面，外送员骂平台减薪，平台说时薪涨了18%，消费者发现订阅费涨了66%，商家发现抽成变重，然后每一方拿数据都对。我讲白一点，这条法律没有创造任何新的钱哦。它只是规定了钱要怎么流，而平台是水管的主人，把水闸门调一调，保障外送员的成本，马上就会变成商家的抽成、会员的月费、你的服务费。但是 Uber Eats 自己都没有少赚，所以法律能决定的是账单寄给谁，法律不能决定的是账单怎么消失。艾利克说最近都下雨不准，我跟你讲，问题不是下雨，是数据原始数据在 Uber Eats 手上，你信不信？你把那个数据给我，我可以公布出100种对 Uber Eats 有利的数据。那所以呢，你看我背后这个数据是平台自报的啊，那你没有办法拿到平台自报的原始数据化，就只能听他吹，他吹出来的东西一定每一个都是对他有利的。就像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
外送员都在抱怨单变少，赚变少，结果来接单人反而变多，看这逻辑很奇怪吧？这逻辑很奇怪吧？你又觉得这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呀。来，今天的斗内我们也来念一下。顺带一提，我们置顶的好康带货商品呢，包含了固态科的行动电源，包含了好书，这个减伤啦，还有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还有包含了信工的猪肉产品，还有丰裕的好蜂蜜，都是很开心的东西。那所以请各位有空的话来消费，我们是用中华邮政寄送，所以不担心。来 ，Sylvia Chang 说抵达，乙姨说到了，阿群也谢谢你的抖内。那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讲啊。为什么要继续往下讲呢？是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呢，跟大家的权益有关系呀，而且是很有关系，不是我们说一说就解决了，你要认真思考，好吗？来，我看一下 TikTok 这边，谢谢 IDF627 抖内的一个玫瑰花，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吧。那我们这边也还有投票哦。这一波外送价格调整之后，你会更常叫外送吗？目前有48%的人说不会，我更少叫了。那看起来这个是我们这一端的调查，听起来对外送员的确不利啊。来，我们来看看，讲完台湾了，好，各位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你看，艾利克说烫奖全砍了，所以我们再往下说，那全世界最保护外送员的是哪里？我告诉你，在美国。那我们把镜头拉到纽约。这是全世界外送员保护的天花板，但马上你就会知道，只要有利可图，天花板也会被钻出一个大洞来。先讲一下背景，纽约的外送员英文叫做 Deliveristas，6万人，绝大多数是拉丁美洲跟亚洲移民，骑着电动脚踏车在曼哈顿的车阵跟暴风雪里面穿梭。疫情期间，全纽约关在家里，是这群人把整座城市喂饱的。纽约人叫他们做 essential workers， 必要工作者。疫情一过，必要2个字的租约就到期了。所以这一群外送员呢，组织起来上街，逼出来了接下来这一整套全球最强的保护。请记住这个顺序：先要上街，才有法条。先看纽约给了什么，你就当今天的内容是长知识。来，纽约给了什么？第一个，最低时薪是22.13美元，2026年4月1号生效，小费并计，每年会跟着通膨调，22.13美元，今天的汇率换算超过新台币660元。台湾炒的是服务期间换算245元，纽约是实打实的时薪660元台币起跳。第二，2025年12月，市议会通过正当事由停权保护法，平台不能无理由永久停权外送员，要告知理由，给申诉120天预告。第三，2026年1月26号的新法，所有外送 App 必须要在结账前或结账中显示小费选项，预设至少10%哦，预设至少10%。第四，这个执法是玩真的，纽约州的州长跟纽约市市长现在都很左啊，所以市府跟 Uber Eats
分团，哎，分团饭团，哎，怎么会是中文读法呢？还有 Hungry Panda 谈成了519.5万美元的和解，最多1万名被错误停权的外送员复权。你看，这个其实很多外送员的主要抱怨就是这个啊，你常常莫名其妙被停权，那你觉得不公平吗？听起来是不是天堂？外送员时薪660元台币，停权要有正当事由，市政府帮你讨公道。哎，刘冠超，你这个逻辑妈不对啊！纽约交多少百分比的税，台湾才交多少，不能这样比。纽约交税的人是外送员吗？外送员这种低收入基本上交不到税，哎。然后你跟我讲说他被保障收入是因为他缴的税多 ，Seriously？可不可以去读点书啊，冠超？你最近过得太舒服了，忘了读书。纽约是针对富豪之家加重税、大税，用力加，但是对那些穷的人没怎么加税哎。你怎么会说保障外送员这个东西是因为他税缴的多嘞？逻辑不对，不对，去读书。来，所以我们再往下讲。听起来很像天堂，对不对？时薪660元新台币，停权要有正当事由，市政府帮你讨公道。但没有，资本主义马上就3招反制啦。3招反制是怎么搞的？3招反制，第一招小费暗杀。2023年12月，最低时薪一生效 ，DoorDash 跟 Uber Eats 马上把小费选项从结账时移到哪里？移到一个送达后，他才让你选小费，干贼不贼？他宁愿玉石俱焚。为什么？因为等你吃饱了，躺沙发上了 ，App 才问你要不要给小费。结果嘞，保障结账前小费的 GrabHub， 这是一家外送。GrabHub 是怎么样？来，我给你看这个动画。GrabHub 的这个小费呢，平均每单小费2.17美元。因为消费者嘛，我自然希望你外送的时候，客气一点，认真一点，不要乱摔我的东西，给你小费。那每单小费2.17元，然后 DoorDash 跟 Uber 呢，把小费放到送达后。变成0.76美元了。官方报告估算外送员因为这个界面改动，累计少收了5.5亿美金，平均每人每年少了5800元新台币。我要讲清楚啊，这是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的行政估算，不是法院判决。DoorDash 也否认蓄意压小费，说改动跟券金薪资成本有关。但你自己想，法律逼我给底薪，我就把界面改到你不想给小费，这叫什么？这叫用 UX 设计、界面设计执行减薪。工程师写2行程式码，5亿美金就换了口袋。而且各位注意，纽约市府的反击模式这才是行政技术的教科书。它不是去呼吁平台重视小费，因为你讲这个官话等于没说。它是直接立法规定小费选项必须出现在结账前，预设至少10%。平台不服，告到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2026年1月被法官驳回。新法上路半年，市府公告小费回流大约1亿美金。你看，同一场战争，界面是武器，法规就得精确到界面层级才打得回来。管平台喊话没有用，要管到那颗按钮出现在哪一页。所以有网友问说：“哎，这个小费又不是给平台的，干嘛这么弄？”我跟你讲，很简单，因为那小费是给平台，平台在给骑手跟外卖员。所以换句话说，
经过你公司一顿，你把那个经过的钱不归你的钱，而且他给5块，你就要给5块啊，对公司一点利益都没有，要多交税，所以他索性尽可能的拉低，就这样。小费免税那是川普上台之后才搞的哦。来，但没关系，我们再往下讲。第二招呢，抢班制。纽约从来没有立法要排班，是平台自己搞出来的。DoorDash 在纽约改成班表制，等级可以提前1到6天预约。新班表每天下午3点释出，热门时段秒杀，抢不到的只剩深夜班。为什么？因为最低薪资是按行程时间算的。平台控制你能上线的时间，就控制了成本。你有最低时薪，但你抢不到班，跟台湾现在的状况很像哦。给你权利，收走机会，平台是他控制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哎呀，那怎么办呢？第3招最漂亮的一招，把餐厅保护撬开。因为我之前讲过，疫情期间其实纽约立了佣金上限，就是你跟餐厅收费呢，外送最多抽成15%，干台湾抽到30%哎。行销5%，刷卡3%，最多23%。为了保护餐厅，平台告了4年，游说了4年。2025年5月1号，市议会终于通过修正案，上限维持，但是餐厅可以自愿加购最多20%的加值服务啊！你看屌不屌？叫自愿。自愿什么意思？你开过店，你跟 Uber Eats 合作过，你告诉我，双占市场里面的自愿是什么意思？你不买价值服务，演算法就把你沉到搜寻第8页，实质上限23%变成43%了。法律写的保护你，平台花了4年游说，掏钱，把保护改写成菜单。所以纽约这一章教我们什么？立法可以跑得很快，但资本的适应速度更快。市府给外送员的每1块钱，平台都在别的地方找回来，从小费界面找，从班表找，从餐厅的抽成找，这是全世界最强的保护，配上全世界最精致的反制。真相总是伤人，保护写进法律的那一天哦，资本就开始想办法改菜单了。唉，来，接下来要进到同一个美国2个宇宙了，这就是被自愿呐。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讲，今天不是只讲外送员而已，我今天还要讲倒霉的店家。台湾是35%，但是什么时候往上涨？不知道啊。我跟你讲，外送很多人不给小费的原因，是因为消费者觉得平台抽蛮多的，而且有的时候你明明写了楼上的地址，但是那个外送员就是给你丢楼下呀，你怎么办？幸好我有儿子，我可以叫儿子下楼去拿。但这就很怪啊，他直接看你的地址，然后也不进来送，他就丢门口。那你觉得这种东西，我要怎么给小费？给不出来啊。但是我叫 Uber 的时候，就是那个如果我有钱可以叫的话，对方如果认出我通常都会加小费，一点点啦，意思一下。来，这个 TikTok 这边的老朋友96%外来人口中的杂质又抖内了，还有 Kate 也抖内了，然后这个走走也抖内，然后这个外来人口杂质也送了一个宝箱，还有七喜加雪碧，这饮料很甜的。好，谢谢各位的抖内。
类牛说的没错啦，要你反应问题，但你真反应你就有问题。来，我们上一章讲纽约，这一章要先帮这个主包本身刊物一下。评估这一集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时间的想法是，美国的立法要比台湾周延。查完资料，我要修正了，不对，美国不存在，你把整个大美国算在里面，这是错误的看法。存在的是纽约跟加州同一个国家两个平行宇宙，因为每一个州呢，它对于这个劳工待遇的事情呢差距很大，所以我们先讲西雅图，这里在上演一个数据战争。西雅图的 Pay Up 法案，2024年1月生效，费率是全球最高。2026年的标准是每分钟0.47美金加每英里0.80美元，跟每单5.34美元两个取高。平台换算说等效时薪超过26美元啊，比西雅图的法定最低工资还高一截。然后平台马上反击了，你让我出这么多最低工资来，我来想办法。DoorDash 跟 Uber Eats 立刻在每张订单上加5美元费用，直接印在账单上，附一行字叫做都是市议会害的。你看狠不狠？ DoorDash 说头几周掉了3万张订单， Uber Eats 说订单量跌3成，智库说商家3个月损失1700万美金。这个每单加5美元，还有一个政治细节值得讲。平台不是默默涨价，是在结账页面明白标注这一笔是法规费用，意思说这是法遵费用啊，我遵守法律，结果市议会害你多付钱。这一招叫做怪罪贴纸，啪贴在身上，把涨价包装成政治抗议，让消费者的怒火转向去投给议员，打电话抗议，企业涨价，顺便帮你完成政治教育，一鱼多吃。台湾的平台目前还没学会这一招，只敢写服务费调整，给他一点时间，他会学会的。那 Dylan Hamilton 讲说，美国外送是奢侈品降价，同一份餐外送到手价通常比在餐厅吃要贵40%到80%，甚至翻倍。那所以美国人点外送是高消费行为。我跟你讲，这个原因是它的文化关系，因为美国人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除了非中产阶级以外的人都有车，有车开去买，也有地方停车，也可以 drive through， 所以他会认为你今天不开车自己去买，要叫人家花时间送给你，是你的时间更值钱，所以他不会便宜的让你做。但是题外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偷车的罪特别重，叫 Grand Theft Auto， 是盗窃偷这个车辆的大罪重罪，因为对美国人来讲，你车被偷了，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哦。Pinkett说叫 Uber 看统编超麻烦，对，所以我后来放弃，因为他要一张一张给你弄，你有助理的时候可能还可以，但你没有助理就要搞死你。来，但是我们刚刚讲又回到西雅图了。西雅图的劳动标准局2026年4月出了一份官方报告，用5大平台的直接数据92801个外送员的样本，结论是，实际上完成的订单呢增加了3.2%，线上时间报酬从15.29美金呢涨到了16.29美金，所以这个外送员实际上获利的。来，哪边在说谎？我告诉你一个更残酷的可能，都没有。平台讲的是生效同几天的急冻，官方讲的是1年半的恢复期，大家又恢复投入了。平台看单一市场，官方看全市场，而且官方报告自己都承认，这是前后对照，没有办法单独证明因果。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为什么万事通事务所每次都要并成两边数据，因为两边数据都是武器，只有并成才让你可以理解。那
对了，有人提案废掉 Pay-up，2024年市议会闯关，委员会阶段就胎死腹中。DoorDash 单月砸13万美元游说没用，法案活到今天，然后我们再往南开1300公里到加州，宇宙整个大翻面，什么意思呢？加州没有最低时薪保护，为什么？因为2020年 Uber、Lyft、DoorDash 这些平台花了超过2亿美金推动 Prop 22公投，把外送员跟司机永久定义为独立承揽人，不是员工。2亿美元是美国史上最贵的公投案。他怎么赢的？这个值得台湾人记住啊！平台直接在自家 App 里对司机乘客推播拉票讯息，你打开轿车 App， 跳出来是支持 Prop 22，保住你的弹性工作，反方是工会啊，预算不到平台的1/10，这不是辩论，这是拿着广播电台跟一个倒霉只能拿大声公的人吵架。人民投票通过了，用的是平台写好的题目，就是全民公投的问题是：如果你的预算大，要打仗的话，预算多的人会输。你看，这个公投用的是平台写好的题目，平台买好的版面，平台推播到你手机里的答案，结果有人告到加州最高法院，2024年7月25号。最高法院全票判决合宪，所以这怎么办呢？如果都合宪，那你就动不了它啦。但是平台当然不是白拿，对不起，我眼睛太干了，我要点个眼药水。所以各位，你知道在台湾要搞抗争呢，要考这种。对于大资本家来讲不利的事情呢，你要小心对方的反扑啊，因为对方以游说来讲，虽然台湾的游说法没过，但是有很多私底下游说的方式啊。台湾有很多方法让你可以不是票票等值哦，我这边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将来就会知道，不管你是外送员或者是这个其他人。你看，像 BBD 就抱怨春水堂也学国外收小费了，没感觉服务有什么特别，想用外带杯帮他们省洗碗水也不行，到底是哪个白痴定的规定？我不知道啊，去问别人呐。来，所以加州最厉害，大集团花大钱砸公投把你推出去了，没有最低薪资。但 Prop 22当初为什么有说服力，也是因为它有配套福利、医疗津贴、事故保险、保底收入，听起来不错。但是兑现率的医疗津贴要每季平均每周15小时接单时间才有资格，然后你要自己持有合格保险，自己申请。结果呢？独立调查显示，不到1/5的司机实际领到医疗津贴。司机组织自己统计，他工会只有2成符合资格，1成真的领到。UC Berkeley 劳动中心2024年的报告更狠，洛杉矶跟旧金山的配送司机扣掉成本不含小费，实值时薪4.98美元。4.98美元，他妈都快要比台湾还要低了啊！纽约的外送员时薪22.13元，加州的外送员4.98，你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份工作，同一年，差在哪里？差在纽约的规则是市议会写，加州的规则是平台花了2亿美元游说游出来的。所以美国模式这4个字，以后听到要问哦，是哪个美国？是给外送员1小时22元的美国，还是实值时薪4.98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在哪里？联邦政府在写信啊，7月10号啊，参议员这个 Blumenthal 呼吁 FTC 关注外送平台的欺骗性费用，呼吁哦，关注2个字加起来法律效率是0，科学终将胜利这一句话，
在这一章的版本是数据会说话，但你要两边的数据都听，才知道谁在唱歌。来 ，Melody 唱说：“我住佛州，常叫外送，平台有加价，但可以接受，是求方便，或者说懒。我今天时间如果比这个加的钱要多的话，我少出一次门，我少洗一次碗，我可以省很多，好不好？就这样子啊。”来，谢谢姨也到了。梅莎阿卡塞说迟到抱歉，小抖一点目标，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点选置顶连结，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By the way，早上从冷冻深处挖到信公战斧猪排哦，冷藏退冰至方才搞好后配猪大的节目跟麦做的饮料，仅以可燃乌龙茶。祝猪大跟各位网友周末愉快。哎，我跟你讲，那个我通常是用那个水波炉或者烤箱去烤，烤熟之后我再切，切了之后呢，如果不够熟，微波炉下或是煎一煎，然后再撒一些酱油跟那个奶油还有大蒜，哦，那可香的嘞！占卜猪排，不要因为肉多而不能做啊！贾斯汀邦说：“猪大辛苦了，抖一点凉水钱。本人也曾兼职外送，拿餐时看到餐点内容跟金额差距很大，我都是自己去买。”坏掉龙酒说：“请支持净水器水壶担任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我跟你讲，我在抖音上有看到一个大陆很有趣的节目，我个人觉得那个很聪明。就他在路上呢，他当然有给钱，就是说啊，外卖小哥，你1个小时赚多少？那我给你这个小时、这2个小时的钱哦，还有包含请你吃午饭，请你带我去你敢去吃的餐厅吃午饭。也就是对外卖小哥而言，干他看遍人间冷暖啊，多脏多恶心的后厨他都看过，而且有很多根本没有前场嘛，所以外卖小哥推荐的又便宜又好又干净的餐厅，绝对是赞，绝对是赞啊！大阿大王说，好事多现在一堆中秋礼盒上市了，但都没特价，好贵啊！哎，我们会推出一个酥条信公的特别新商品，那还不错哦。所以接下来要讲大陆了。如果你是台湾的外送员，你可以看一下大陆现在的外送员保障，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毕竟人家是工农团体出身，好不好？所以你没办法跟他比的。来，我们把镜头转到中国。这一张呢，我先给你看一张 K 线。哦，这个 K 线呢很有趣。哎呀，这个 K 线我难道没有做出来吗？好哦，我的 AI 有记得这个 K 线，但是他忘了做出来。啊，有，原来是在这里。好。2026年3月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了一篇官媒评论，他转发哦，他应该是在微信上面吧，还是在那个微博上面，标题叫做“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就这么一篇转发，隔天港股呢，美团单日暴涨11.9%。收88.4港元，阿里巴巴、京东都涨超过4%，哎，这个很违背你的想法，对不对？主管机关出来说大家不要竞争了，结果妈这些大企业公司反而涨价，哎，反而股市反而涨，到底为什么呢？谢谢苏生泰的抖内，来，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敌人还没有腾说坏了，朱大爷通共反对中吹，不是什么鸡巴毛干
脸书就一堆死青鸟在那边讲说，哎呀，我帮张学讲话，妈，现在是不是要投共了？投你妈鸡巴啦！干张学的机车本来就是好，经济部大动作查禁，本来就是帮他做宣传。我把这事情讲出来，你就说投共，投你妈的逼！你脑袋有洞是不是？张雪的每匹马力的价格就是比雅马哈，就是比杜卡迪要来的便宜，不会算数学是不是？你数学狗教的吗？然后你说这叫投共，干这年头相信数学，相信科学就叫投共哦。那么难怪你竞争力很差，只能在那边，哎呦，好可怕，又投共了，张雪又要挑战我了，那个死白痴吗？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今天说实话就是投共的话，那说出来国王新衣是光屁股那个小男孩，大概早就被五马分尸了，就这么简单。啊，麻烦认真想一下好不好？你他妈自己那么蠢，然后在那边讲，哎呀，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让它进来啊，违法就是违法，操你妈，违法就是违法。那你台湾判的死刑为什么不执行呢？杀了2个人也不执行，不是有这一条法律吗？不是，因为你党说，我们要拯救人权，所以就不能执行，就不能执行。那你这些白痴，你家被杀了，然后你说，违法就是违法，依法可以判死刑，但不好意思，党说不能判。那你那时候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觉得这个党很公平吗？事情没有到你头上之前，不要在那边妈吹彩虹屁呀！吹彩虹屁谁都会吹。还有人说哪里有人民的权益受损？他妈拼装车那家伙权益不是受损？你要买便宜的跑车买不到，你权益有没有受损？如果你都觉得没有，好，不好意思，我们智力不在同一国，麻烦你回去读幼稚园，不要花时间占用我告诉你真实世界的状况是什么。别说了，就是这样。北七，妈的，我每天跟这些北七在打交道，真心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有那种瞎鸡巴讲，幸好我现在有自动回留言了，我他妈的按了几个东西，我就可以全部回去。各位，现在你要洗版，对我来讲成本是0呐。来，坏掉的龙龙九说，超哥抖内说，美国报税很复杂了，查了几个 AI 算法都差不多。以纽约举例，有联邦税、自雇税、纽约州税或纽约市税等。单身退税的话，最后税收基本占外卖总收入的16%左右，还不包括车辆跟人身保险，所以成本还是很高的。台湾外卖员交多少百分比？我跟你讲，超哥，你这个隔海你就是不懂了。台湾还有劳保跟健保啊。这个东西趴数再算下去，一个劳保就6%，雇主还要帮你跟着再加6%。那健保那个数字我现在没有背，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但是你觉得这个6%再加下去，台湾缴的税是有比纽约州的外送员少吗？我跟你讲，不见得。那这个当然不能跟纽约比，台湾收入低，不，你要比绝对趴数还是比实际缴税，这个有差啦。台湾上半年公布的平均收入已经比北上，广深，没有广州吗？都低了，只有深圳的68%，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扯远了，有机会再讲。而且一扯就变通共，一扯就变吹。大王说，劳保加健保加劳退，一个人力要多出7000元左右。好啊，再来，妙就妙在这里，政府下令不准竞争，结果公司的股票反而涨停板级的庆祝。在台湾，如果公平会出手管市场的话，股票一定会跌的。但是在中国呢，监管出手叫做叫停价格战，资本市场欢天喜地放鞭炮。这一条 K 线就是3种政体对市场的3种理解，全部浓缩在一天的行情里面。为什么资本这么开心？因为在那之前
中国的外卖市场在进行一场自杀式的烧钱大战。在听直播，手上有这3档股票的各位，深呼吸。我念一下2025年的战损报告，都是一手财报哦。京东新业务包含外卖，全年经营亏损466亿人民币，整家公司净利腰斩，剩196亿。美团全年净亏损234亿。你看惨不惨？毛利率从38.4%掉到30.4%，一掉了8%。阿里即时零售业务亏损大概870亿。哦 ，LDBL559说中部地区专打过后，薪水其实增加了。你讲这个东西，我今天没有讨论到，因为一集直播时间有限，除非有人，譬如说包含你们那个工会发言人特别定做一集，否则没办法讲那么细。因为各地区的那个上限跟薪水的规范不一样，所以中南部甚至可能东部有没有我不知道，实际上那个薪水是增加的。外送大战真的很烧钱，所以这个掏羊毛，像刘冠超这种死爱掏羊毛，他每天都在发，我今天又赚了多少？然后说你看没有吃过70几块人民币的佛跳墙吗？我说有，台北监狱，而且不到70几块，哈，等等，扯远了。那所以呀，3家加起来，一年在外卖战场上烧掉的钱超过1500亿人民币的量级。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把2个台积电厂直接丢进火锅里面涮掉。补贴战打到什么程度？疯狂星期六啊，单日补贴超过12亿人民币啊！美团买25减18，0元免单，消费者爽翻了。堂食客单价被打回10年前，然后餐饮业的收入曲线跟 CPI 一直往下走，直接干扰了中央的防通缩宏观调控。你看鸟了吧？政治局想要宏观调控，结果外卖大战把宏观调控给拉了下来。Frank Lee 说可以新增我没有那么多钱叫外送的选项吗？没有啊，那你本来就不在这个调查里面啊。来，我们的那个投票呢，是这一波外送价格调整之后，你会更常叫外送，你本来就没有叫，你来这边投个屁票。只有7%的人说我更常叫外送了，45%的人说不会，我更少叫了，48%说我希望让外送员多赚钱，但平台就会把减少利润全部往别人身上推呀。2个台积电，所以监管忍无可忍出手了。2025年7月市监总局市场监督总局约谈3个平台，8月4个平台集体表态反内卷，但表态之后还是卷啊，人家卷你不卷，你他妈不是被弄死吗？到了2026年3月那一篇外卖大战该结束了，等于官方盖章说不好意思，游戏结束了，你不要再弄了。然后美团2026年第1季呢，核心本地商业的经营亏损从前一季的100亿收窄到20亿，监管手一压，亏损立刻收敛了。你看，老共那边果然就是一个农工挂帅的立场，他直接就不准你再补贴，结果经营亏损从前一季的100亿收缩到20亿，变1/5啊！这就是资本暴涨11.9%。为什么股市涨？因为我支出竟然缩到1/5了。在中国做平台最大的风险不是对手，是上面。
而最大的利多也是上面，天威难测啊。接下来要讲棋手喽，如果你是这个对岸的棋手，这里有个台湾观众一定要懂的背景啊，中国这一波棋手保障的原因不是劳权运动，是商战，是大家打商战，党太夸张了，党要出面。2025年2月啊，京东杀进外卖市场，第一招不是补贴消费者，是宣布给全职棋手缴5险1金，行业首例，3个月要招10万个全职棋手，你看懂了吗？社保在中国外卖大战里面是原来没有，现在是抢人的武器啊！京东用了5险1金挖棋手，美团被逼着8天后跟进宣布缴社保。民主国家的劳权啊，是工会争出来的，但中国的棋手社保第一推力是刘强东要打王兴，等价交换连善意都不放过。那个善是竞争的副产品，它不是真的对你好，它是要抢棋手。所以中国有多少外卖骑手？1100万人至少。而2026年全世界对外送员保障推进最猛的，就是中国大陆啊！京东2025年3月起帮全职骑手缴5险1金，行业首例。美团缴社保发养老补贴，2025年11月起全国覆盖，全行业超时扣款取消了。你超过时间呢，去要扣你钱，没有取消了。美团今年5月还公告演算法改革，以奖代罚。以奖代罚，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说，6年老棋手负责任的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没错。资本主义可恨就是这样子，你一开始觉得自己爽到，但实际不是这样。在听直播的各位，是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没有工会自由的地方，棋手保障怎么会推得最快？还真是，还真是。所以这个消息呢，台湾的绿媒也不可能报道，因为他妈会让你开始羡慕共产中国，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劳资谈判谈出来的，那是刀架在脖子上自愿的。监管约谈完，说来，隔天平台就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效率民主国家真的比不上，不好意思哦，还理你呢吗 ？Uber 就不理你，给你拖啊。但代价是这个保障的开关握在谁手上，你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是谁。是政治局哪一个人吃外卖的时候，骑手在他面前跌了一跤吗？或者是军委会底下有很多退伍军人跑去送外卖吗？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不知道，你怎么抗争也没有用，不知道是谁。而且我们帮忙解剖一下，把中国棋手的社保切成5层，你就知道宣传跟现实差多远。第一层平台已经出资，第二层呢是政策覆盖，第3层呢叫符合资格，第4层是实际申领，第5层呢是已享受待遇。每往下一层，数字就掉一截。美团说职业伤害保障参保超过1000万人哦，注意哦，职伤险不是5险1金，那是每单几分钱的保障，就是你每一个单里面扣了一些钱拿来做你的保险。真正的养老补贴呢，覆盖100万棋手，100万人在1100万棋手里面，大概1/10嘛。用美团自己745万年活跃棋手当分母，大概13%。再看试点的实际兑现啊，福建泉州、南通两地养老试点覆盖2.25万人，追踪下来符合补贴条件大概4000人，18.2%。
而且这是符合资格哦，你符合资格不是拿到养老金啊，调查下去更残酷啊，2%的骑手啊，只愿意每月缴500块以下的社保，因为他们的账单算得很清楚，这个月的房租比30年后的退休金要来的真实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今天要来跑骑手，我他妈就不会给你想20年后的未来的。还有京东那个宣传啊，叫全职骑手五险一金，是真的。但全职骑手10几万人是1万啊，不，是1100万分之10几万。头条写的是政策，分母里面藏的是现实啊。还有一条线，台湾要仔细看，因为卷不动国内了，就他妈出海。美团的海外品牌叫 Kita，2024年进沙烏地，现在已经覆盖了沙国的主要城市，宣布5年要砸10亿美金进巴西。它的价格战打法已经把经营10年了 Deliveroo 直接挤出香港市场。在听直播的各位，把这句话记下来。在中国被监管按住的补贴火力，正在往海外市场铺天盖地的覆盖啊！今天香港的 Deliveroo 往外被打掉，明天会不会是哪个市场的哪家平台？大陆讲内卷哦，卷到后来就外卷呐、这个词你先记着，将来有一天之后的集数会再看到它。所以中国篇章的结论是什么？当局说骑手保障全面落实的时候，各位跟我一起念，你就一定要去查落实到哪几层。真相是中国用国家意志3个月做到民主国家吵3年做不到事情，但同一个国家意志可以在任何一个早上把它收回去。保障不是权利，是恩典的 N 几制的时候呢，从来不是大小，它随时可以收回，风险很高。好吗？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今天是外送员，那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符合稳定生活的一个想法？也就是，你是想要稳定生活，将来想要养老，或者是你觉得，我宁愿要这个现在多赚一点，这个是你要做选择，要想清楚。来，我看看有没有抖内我没念到的呀。坏掉龙九说，大陆灵活就业，养老金缴20%，8%进个人账户，12%统筹。广义税负台湾还是第一，真的。魔人掐离说，出大辛苦了，高雄淹乱七八糟，不知道治水预算都去哪里了。愿台湾平安，各位网友平安。哎，我跟各位讲，这一次的南部淹水啊。台北人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今天台北甚至没有下雨，地都不湿的，结果南部淹到啪嚓啪嚓啪嚓，干这个极端气候太恐怖了啊！我真心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我在台湾南部淹水淹到放假，而我竟然不知道。干现在谁抖支付宝啦，各位？啊，我看看，这个是网友贴的，屏东万丹乡，你看这个画面，这是一个堤防，所有有补的地方都他妈漏水，这多恐怖！好像荷兰呢、拼海说台北的雨不是很正常，几乎没有下雨。我今天还出门瞎晃了一下，去买个麦当劳，但几乎没有下雨、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了，没关系。
没关系。这个优卡格巴送了一个手指爱心，谢谢你。昆山大学又游泳了，其他不用讲，哎，所以我们这一次台湾感觉南北分隔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搞不清楚这些青鸟接下来要骂谁，要骂蒋万安让高雄淹水嘛？所以，哎，各位，真心不骗呐、如果你在南部雨下到这么大，你如果有买我们的罐头的话，你应该就可以不用出门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出门。然后放飞大胖，谢谢你抖内 IDF 也谢谢你抖内，中山的顺子在 TikTok 也上来了，送玫瑰花，还有晋级蛋糕蜡烛庆祝。双 Go 也谢谢你抖内2个贴图。中山的顺子说有听过王世坚委员引用出自林肯著名的第2任就职言说，全名为 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哎呦，坚哥是读书的，但是最近我看到网络上在传，都是他跑去 KTV 唱歌的画面。坚哥很爱音乐。也谢谢外来人口送了宝箱，但是已经讲很多了。来，前面讲都是现在，这一章是台湾外送市场的下一步，而这一步价值6亿美金。2026年3月23号，新加坡的 Grab 宣布用6亿美金的现金哦，买下 Deliver Hero 手上的 Food Panda 台湾业务。这是 Grab 第一次走出东南亚。Grab 很好用，我去巴厘岛的时候，基本上都用 Grab， 可以送餐，可以送便利商店的东西，超方便。你住 villa， 你家送到门口，然后跟他拿就好了，连裤子都不用穿。因为你可以叫它挂在门边。那好，那 Grab 第一次走出东南亚，第9个市场就选了台湾。辉劝说先来冲个400赞吧，各位今天听免费的，好歹也是要按个赞啊，好不好？我还是要讲啊，你今天如果是那个外送员，你到时候记得传给你的朋友，跑车的时候可以听，因为我们讲的还蛮清楚的。来，问题来了，台湾外送市场现在是谁的天下？Uber Eats 跟 Foodpanda 2家吃掉绝大部分的市场，本来就是双独占。Grab 买下 Foodpanda 之后，市场还是双占，只是换人坐庄。所以公平会6月16号收到完整申报之后，7月22号直接决议延长审议60个工作日到10月27号。公平会盯2件事情的。那个 L 小戴说：“我喜欢 Grab，Grab 在新加坡也很方便，而且他在新加坡打败了 Uber， 硬生生把他干出新加坡，结果就只剩 Grab 在东南亚。来，公平会盯2件事情，第一个，双占结构本身。第2件，这精彩了 ，Uber 本来就持有 Grab 大概13%的股份，3.7%的表决权，也就是未来台湾外送市场的2大对手。A 公司是 B 公司的股东，这还叫竞争吗？这还叫竞争吗？这不叫竞争了啊！这叫左手跟右手打拳击啊！观众还要买票。公平会的专业术语叫做水平结合的单方或共同效果。翻成白话呢，是你2家在私底下有没有勾结，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心照不宣一起涨价？外送员怎么看？8月18号呢，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带了大约500人到公平会前面陈情，要求比照2024年的前例。各位还记得吗？2024年 Uber 想要并 Foodpanda， 公平会直接驳回，理由就是结合后市占太高，对商家跟消费者议价力失衡。工会说标准拿出来，这次也该打。但这里有一个法律上的微妙差别，我先帮各位标出来。2024年那一件是市场老大并老二，
这次是市场外的新玩家 Grab 买老二，形式上市场还是两家，集中度的账面没有变。公平会如果要打，失利点会落在那条 Uber 持股的脐带上。新的两家背后有股权牵连，这跟2024年的一家独大是两种病，但可能是同一种死法。10月27日的裁决书怎么写这一段，会变成台湾竞争法的教科书案例。然后我们看资本市场怎么投票 ，Grab 在 Nasdaq 今年以来股价已经跌了28%，现在在$3.6上下。7月9号，巴克莱把目标价从$7砍到$5。7月6号更有戏 ，Uber 执行长 Korosaki 辞掉 Grab 董事席位，外媒标题直接写在台湾扩张推进之际，经济利益留着，董事会的位置先撤。这个动作你可以解读成利益回避，也可以解读成连 Uber 自己都知道，这个股权连结在台湾结合案里面是个烫手山芋。在听直播呢，有在做股票的各位，你就知道对 Uber 来讲，进台湾是有必要的，因为他想要出海，因为台湾是一个过度竞争市场，所以他宁愿控制他的这个股权影响。但是 Grab 在台湾等公平会点头，结果 Nasdaq 把它的股价砍掉快30%了。资本先投的不信任票，不是不信任这笔交易过不过，是不信任这笔交易赚钱。毕竟他要买的这个市场呢，刚立了专法，成本结构全面上升，监管正在收紧，正常不该在这时候买这个市场的产品。所以呀，很妙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对你的钱包有多直接？看看两个已经发生的讯号。第一个 ，Foodpanda 自己说，专法之后每单成本上升3到5成，正在评估是否跟涨。一家等着被收购的公司啊，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先不涨价，冲业绩数字，等交易完成再说。第二 ，Uber One 会员费那个66%是在还有对手的市场涨出来的，等到市场只剩2家，而且2家还有股权牵连的时候，你觉得月费是会往上还是往下？经济学没有那么多悬念。10月27号是公平会的大限了，3个可能：直接放行、附条件放行、驳回，无论哪一个都会决定你在未来10年在台湾点外送是跟谁的演算法在打交道。等价交换在这一章的版本是市场结构才是下一张账单的 title， 45元保底决定外送员拿多少，双战结构决定你付多少。各位，这个才是麻烦的地方。所以花$6亿现金哦，不是股票，好吗？对呀。这个 L 小戴说 ，It is the reason why Singapore only has Grab and Foodpanda， 因为它就是冲突啊。那埃迪克真的对工会的发言人很恨了，一直骂他，一直骂他。我来看看，我可以传他过来看一下直播。接下来要讲一个很妙的东西啦，各位，你想也没想到，怎么接下来会讲这个呢？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看到没有？昨天晚上的比赛，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而且有网友讲，后来有出现那个更短的这场飞人大战让我们的开幕式现场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而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是否还有奇迹发生的，让我们共同期待，拭目以待。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所以这个东西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纪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这场飞人大战让我们的开幕式现场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而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是否还有奇迹发生的，让我们共同期待，拭目以待。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这个对，我忘了把它声音关掉，对不起啊。来，我跟你讲，太恐怖了，就是每一个机器人跑起来都这样好像有一个恰吉拿着他妈刀在追你一样。这个你想想看，你走在路上，你忽然间看到有一个这样跑起来像杀人狂的机器人在追你，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他妈吓都吓死了。台湾的机器人跟他差100倍吧，路能不能走得稳都不知道了。他跑进9秒39，他跑进9秒39，不是，你需要平衡，但是你可不可以稍稍注意一下那个美感？干，这太恐怖了！这如果上战场，我他妈远远看到有这个，我就赶快枪一丢，我就投降了。这真的很扯，你仔细看，那个每一家都这样子，但是这真的很恐怖，不是逃命啊！妈，机器人追我干嘛？看你自己看，你说这跑起来像不像杀人狂？每一台都像啊！从以前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有印象。就是杀人狂啊！那好，那我先这样讲，你想想看，如果你就让他在街上这样子跑步的话，那你开车看到都会想要撞他，很恐怖的，好不好？很恐怖的。但总之，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正常画面啊，也要跟各位分享，今天这个影片呢，也是小弟我用 AI 剪的，厉害吧？我现在。其实也不能说没有美感，而是他太注重速度跟成果，导致就是杀人狂，就是恰吉满街跑。你这样讲也没错。RWD 说应该是台湾没有人跑得赢，你这样说也对。来，8月22日晚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呢，北京人形机械创新中心的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各位，波特或者对岸翻作博尔特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是9秒58。机器人赢了，而且不是险胜，是把人类纪录甩开快0.2秒啊！荣耀的机器人闪电在测试的时候还跑过9秒32啊，恐不恐怖？谢谢 TP6 Allen 斗内的珍珠奶茶。来，在听直播你还像魏哲家一样觉得机器人是玩具的各位，你看一下进步速度，这个机器人跑步这妈超可怕的，我给你看一下它的进步速度有多快。2025年的首届冠军是21秒50啊，就他妈1年从21秒50进步到9秒39，等于是那个速度折半呢，他跑步速度快了1倍。快了12秒，人类100米的速度从12秒进步到9秒58，大概花了100年的时间，机器人花1年。
就做到了。这场运动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16个国家，51个项目。NBC 的报道标题，我觉得特别有趣，它标题叫做“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参与”，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参与，干加西朗哦，来，当然啦。当然，我要平衡报道一下比赛有一些奇怪的画面。天卓队赢了之后啊，同组的语速机械好像就最慢那一台，冲线之后直接摔倒，躺平。最后3台机械，然后这个红色这一台啊，天卓队跑，干没办法刹车，嘣撞到边边那个箱子。最后3台机器人通通是被担架抬离赛场。恭喜机器人！参赛第一天就体验了完整的劳权套餐，高强度工作，当场倒下担架送医。差别是在于他们没有健保可以刷。千余炮说，这个胞兄说 ，Physical AI 辉达老黄超期待，他儿子是那个研发部门的头。老黄妈听说昨天偷偷来台湾，24小时不到人又走了。但他在街上买包子，干老黄到底是怎么样？他的食欲有什么问题？而且我每次听到老黄在街上到处买，我就想说，他有没有吃到毒油啊？不是啦 ，David Jackson 说，其实机器人跑步应该还没最佳化，如果真的导入生物动力学，那就更快。这个的说法呢，让我稍稍纠正一下，人类的站立行走并不是跑步的最好形态。是要像狗才对，4足步行动物的跑步永远比2足步行要快啊，因为我们还要有平衡。4足步行这样唰，狗都跑得比你快，这个不是骂人，是你在街上被狗追的时候，你就知道狗会跑得比你快，所以2足步行有极限，它并不是跑步的最佳速度。而且这个我特别要讲，高明利说台湾的新闻通常不会报道这些。我看不少绿媒最近是在洗语数科技机器狗是抄袭美国的，其实不是，因为 Boston Dynamics 是从 MIT 独立出来的，而 MIT 开发这些机械技术，除了商业化的部分之外，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开源授权的。所以全世界的公司都可以学，你学的做不好做不快，是他妈的你家的问题。结果那些绿媒又在那边写说，哎呀，这个是抄袭，MIT 就是开源授权的 open source 授权了，好不好？有没有搞错？所以你看，1+1讲的没错，这不是抄袭，是你不懂好吗？麻省理工学院是我敬佩的一所学校，它基于知识共享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知识都做开源授权。你用那个开源授权优化之后，才是你公司的财产，在那之前不是抄袭，好吗？不是抄袭，但你不读书不懂，我就不对青鸟有多要求了。你不知道对不对？来，第一个，麻省理工学院当年是第一个做开放式课程的。台湾所有学麻省理工学院做开放式课程的，都是我教他们，我示范给他们看的。这第一个，好汉不提当年勇，算了。第二个，郭台铭亲口跟我讲过，他本来要去买 Boston Dynamics， 因为郭台铭就是想要量产做 Physical AI， 做具身 AI， 结果美国不准他买，结果后来被现代买走。而且坦白讲，我个人认为跑最快的可能不是猎豹，可能是蟑螂，可能是6足步行加上触须的蟑螂。只是这太恶心了，这个公司可能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跑多快，这个我们不敢讲。来，所以你可能会有讲，妈，今天后面怎么忽然之间给我讲到机器人呢？你不是讲外送吗？关系就是你把今天前面5章全部倒过来看，台湾为了每单45元炒翻天，纽约时薪22美金，配上5.5亿美金的小费攻防，中国一年烧1500亿，然后被迫帮1100万骑手缴社保。3个地方的共同点是什么？外送的成本核心是人，而人现在越来越贵了。资本家的终极答案会什么？不是把人变便宜，是把人换掉啊！而且这不是科幻啊！妈呀，这个真正最恐怖的是，它不是科幻啊，它是进行式，现在进行式。你不要说大陆有小强模型，我记得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大陆，他妈有那个晶片插到蟑螂的脑袋里面遥控它的，干真是极尽恶心之能事。但是研究生后来好像转行了，因为他没有想过，工程师可以做到的事情，不代表人类会喜欢。对，所以第一个现况是店里面呢，台湾已经有将近20%的餐厅用送餐机器，圣博店就是用送餐机器的。你去鼎泰丰就看到那只猫耳朵啦。第2层呢，建筑物里面饭店的客房送物机器人已经量产导入，自己搭电梯，自己找房门。第3层也是最后一层，就是街道，这一层最难，但已经开跑。洛杉矶的 Coco 跟 DoorDash 合作，2000台人行道机器人在600家商户跑外送，计划扩到1万台，50个城市。美团的无人机在深圳、上海、香港、杜拜已经开了65条航线，累积送了74万单。台湾呢，就在这个月，中华电信在嘉义太保故址启动无人机送餐，不是偏腔是非，不是活动表演，是每日固定配送的常态营运。经济部沙盒计划挂保证。顺带一提哦，这一届的机器人运动会不止跑步，51个项目里面有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甚至有实景应用赛项，比的就是谁能够在模拟环境里面把货送对地方。你以为他在办运动会，其实那是一场公开的就业博览会。2056台机器人在面试你的工作。当然，我们讲句老实话，现在的配送机器人还是半残。DoorDash 执行长自己承认，装载跟复杂地形的配送还没解决，机器人也爬不了台北的骑楼，哐当哐当，早就会摔死，好吗？按不了你家换掉的电铃，遇到恶犬也只能认命。人类外送员短期内还是无可取代，短期。来，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很妙的问题啊，就是妈机器人遇到人的时候，到底要谁让谁？大陆那边我有看过一种机器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Thunderbolt 吗？还是什么？他妈是你要让机器人呢、他要坐电梯，他进去了就不理你。他说我要先，请大家让让，请大家让让。你妈嘞，就是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权跟人权到底要怎么样，这个很难说。一级嘴炮技术是说鼎泰丰瓦城也是机器人，对呀、现在平价火锅店也一堆送餐机器人，甚至你可能看到后厨也是机器人在弄锅底炒菜了。为什么平台这么急着要自动化？我们算一笔账你就懂。纽约一个外送员时薪22.13美元，一天8小时就是177美元，一年下来超过45000美金，还没算保险跟和解金，
一台人行道配送机器人造价几千美金，不用小费，不用排班，不会告你诈欺，不会去北检按铃。它唯一的工伤是被单价抬走，而单价抬走之后呢，换颗电池就能复工了。每一条保障法规都在帮资本的财务部门把这笔账算得更清楚。但你把两条线画出来，一条是人的成本，45元保底，22美金时薪，五险一金一路往上；一条是机器的能力，21秒5到9秒39，一年砍一半，一路往下俯冲。这两条线迟早交叉，而3个地方的每一条保障法规都把交叉点往前拉，这就是等价交换最冷酷的形态。保障每涨1分，换掉人的投资报酬率就高1分。立法者以为自己在保护外送员，时间轴拉长看，可能是在帮自动化写商业计划书。到那一天就没有人抱怨45块够不够了，不是问题解决了，是能抱怨的人都不在场上啦。唉，所以简单，我们做一个结论。讲到这里啊，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3场实验的账单全部摊开来给各位分析一下。台湾的实验是立法保底不碰身份，结果账单寄给了商家的抽成、会员的月费、消费者的服务费，外送员拿到了法定底线，但拿到的同时发现肥单消失，同行暴增，烫奖变成限时活动。纽约的实验室，它是全球最强保护，结果账单寄给了餐厅，佣金上限被撬开到43%，寄给了小费，5.5亿美金从界面的缝隙溜走，寄给了抢不到班的外送员自己。西雅图的实验室，全球最高费率，结果账单直接印在消费者的收据上，每单5美金加附加费 ，DoorDash 还附一行，这是意会害的。他把整个压力就直接丢到你身上。加州的实验呢，是让资本自己写规则，结果账单寄给了外送员的未来，4.98美金的实质时薪和领不到的医疗津贴。而中国大陆的实验是国家意志，结果账单寄给了股东，3巨头一年烧掉超过1500亿人民币，然后社保成本进了财报，也寄给骑手自己，先缴后补，你要先掏钱才能享受到恩典。但是对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模式而言，他不想要先缴社保。5张账单没有一张消失啊！能量守恒定律翻才这边叫做账单守恒定律。所以本集的第一个结论是，立法能够决定账单寄给谁，不能够决定让账单怎么消失。我不是反对立法，台湾专法把叠单计价补款透明推上台面是真实的进步，但任何政治人物跟你说保障外送员，而且大家都不用多付钱，你就知道他不是坏就是笨，通常是既坏又笨。第二个结论比较伤人。2026年全世界对外送员保障推进最快的是那个没有工会自由的中国。但同一句话的下半句是，那个保障是恩典，不是权利，开关在别人手上。民主的保障慢、吵、丑，但它是你的；威权的保障快、很漂亮，但它是借你的。你要哪一种？这题没有免费的答案哦，它也是等价交换。顺着这个往下讲，台湾在3场实验里面的位置其实最微妙。我们的专法比加州有牙齿，比纽约温和，比中国透明，它是一个诚实的中间路线。中间路线的宿命就是两边都骂，外送员骂他不够硬，平台骂他管太多。但是你看到现在应该同意把叠单竞价、补款义务、按人处罚这些东西写进法律，让每一笔争议都有得吵，吵得有依据，在5个实验场里面已经是难得的及格分了。台湾常常自己骂到忘记慢，有的时候是因为每一步都要讲理。第3个结论是那根9秒39的刺啊，人类的成本一路往上，机器的能力线一路俯冲，所有的保障立法都在把交叉点往前拉。最好的情况是机械接手最苦的深夜单、偏远单，人类外送员往高价值服务走，但代价是总雇用量会萎缩，而且转型期没有人会接住掉下来的人。
最坏的状况是10年内外送员会跟着电梯小姐、收费站员工进同一座名人堂，而我们到时候会发现的，当年炒的45块是这个职业最后的体面。而我们目前的位置，看那一条进步曲线，1年12秒啊，我们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靠近最坏情况那一边。真相是45元一单保底，22美元的时薪，5险1金，全部都是真的保障，也全部都有人在别的地方付钱。而数据告诉我们的是，3D 实验没有一地能够证明全面双赢，因为物理学跟会计学一样，不接受既要又要还要。但问题是，你要保障可以，但价是更贵的外送、更少的肥单、更快的机器人，要不要？你现在能做什么事情呢？3件事情。第一个，点外送的时候看懂你的账单，服务费、外送费、平台费是3个不同的东西，看懂了你才知道你在帮谁。第二个，关注10月27日公平会的裁决，那一天决定的不是 Grab 的生意，是你未来10年的选择权了。第三，如果你身边有跑外送的朋友，这1个月听他把账算给你听，分母对齐之后，你会发现他不是在讨拍，他是在跟一套演算法对账。没有人会替你选，账单不会消失的，它只是还在路上，而且搞不好是机器人送来的啊。所以咯，请你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东西是对，什么东西是错？我今天没有答案，但今天直播做到这里，也开开心心、快快的做到了1个小时22分钟，47分钟了。好，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希望你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这个斗内里面呢，有绿界，然后有这个微信支付，有支付宝。请各位可以看一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各位听了满意、爽快，觉得不错的话，就稍稍抖内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绿界有人抖内呢。远远说，大家记得按赞哦，谢谢朱大为大家回顾历史记录，这是0822的抖内。然后 Harry 也是一样，他抖内了，但是没有说话。那大部分人都是抖那个8月22号，也就是83炮战那一集。CCL 3635今天来晚了，明天看回放。加速银色机器。所以各位，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我来看看有没有人抖内啊？今天好像我看一看，这位是谁？什么什么陈？谢谢你抖了1块钱。哎，不是我要念出来，是他就直接标在那边嘛。然后什么什么琛，好久不见了，也谢谢你的抖内。不知道网友不抖内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还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们都赚钱啊。还有1冒1，也谢谢你的抖内。然后什么什么龙，也谢谢你抖内，这是新同学。
什么情抖内没留言。然后什么怡也是抖内的没留言，其实你在微信可以抖内可以留言的、然后这个网友什么情语重心长说，只希望台湾人民了解这段历史。自从民进党执政，感觉都不在乎历史，他在乎当选，好不好？好啦，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就跟大家讲，大王也谢谢你的抖内。Skin 说，乐观的讲，应该是无人化解放了你的生产力，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那个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能怎么样。好了，不管了，今天我们要投票了，各位，今天的内容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看了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内容好玩的话，脚本写得好，讲得也好，请投1；如果你觉得脚本写得好，讲得不好的话，请投2；如果你觉得脚本写得不好，内容也讲得不好的话，请投3，好不好？今天又到了我们投票的时候啦，我的背景就出现了这一些如同杀人狂一般跑步的机器人啊。还有长脚张国兴，好久不见啊。好的 ，BBD 也说可以，是不是？今天内容还蛮开心的。那 TikTok 这边的网友目前有6个人，算很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捧场，好吗？你就光看这个，我觉得就很可怕啊。下次讲讲南部泛舟的历史。各位还差7个赞就到450个赞啊，最后大家顺手按个赞吧。阿卡赛子说投票时间占卜也刚好吃完，干这样子讲，我有点想要出去买卤味了，我嘴好馋哦。好啦，那既然这个样子呢，我们就这个跟大家帅气的告别，好吗？谢谢大家，拜拜拜拜。祝大家一切顺利，一切平安，大赚钱。